1937年，上海一声枪响，引爆中华民族国运之战，3个月血战，30万将士血肉筑长城，彻底粉碎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。这就是淞沪会战。1937年8月9日下午3时许，上海虹桥机场军事禁区外，日本海军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与司机斋藤耀藏驾车强行闯入，无视中国保安团哨兵警告并持刀威胁，哨兵果断开枪将2人击毙，史称虹桥机场事件。事后查明，大山勇夫临行前焚毁私人物品，日记留有以身殉国字样，蓄意挑事，意图明确。事件发生后，日本倒打一耙，提出撤军、道歉、赔偿等无理要求。同时，日军进入戒备状态，军舰列阵，碉堡架枪，局势急剧升温。8月10日，日本内阁决议组建上海派遣军，以松井石根为司令，下辖第3、第11师团，一面调兵遣将，一面施展外交拖延术，试图麻痹中国方面。国民政府识破日军阴谋。8月11日夜，蒋介石下令歼灭上海日军，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即刻调动中央军德械精锐第87师、第88师连夜驰援上海，于8月12日深夜完成对市区日军的合围。张治中请示8月13日拂晓总攻，却因英美攻势介入，蒋介石寄望国际调停，被勒令暂停进攻，错失歼敌良机。8月13日清晨5时，闸北八字桥日军率先向中国军队开火，淞沪会战正式爆发。当日，中国空军出动76架次战机，轰炸日军司令部、仓库及黄浦江日舰。虽因实战经验不足，未重创敌舰，却打破了日军空中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地面部队随即发起冲锋，中日两军在闸北、虹口一带展开激战。8月14日，中国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迎战日机，大队长高志航率部取得814空战大捷，击落重伤日机各2架，己方无一损失。地面战场，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率部猛攻八字桥，壮烈牺牲，成为会战首位殉国将军。此后，蒋介石再度因国际调停下令停攻2日，日军趁机补充兵力，中国军队速歼日军的计划彻底落空。8月23日，日军第3、第11师团在吴淞狮子林登陆，直指上海交通要冲罗店。张治中调派多路部队死守，第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率部反击殉国。国军与日军在罗店展开惨烈拉锯，最终罗店于8月28日失守。9月5日，日军猛攻宝山县城，第98师583团3营营长姚子清率600余官兵死守，打退日军10数次进攻，最终全营壮烈殉国。毛泽东曾称赞其为中华民族英雄。宝山陷落后，日军形成合围，中国军队退守流行一线。顾宗南第一军以昼彻夜晚战术拖住日军，自身伤亡惨重。10月初，会战进入白热化，中国军队受挫至运枣帮防线，川军、桂军、湘军等地方部队相继驰援。杨森率川军第20军着单一，持旧墙死守顿悟寺，8000人仅剩数百。廖磊率桂军第21集团军在运枣帮与日军血战，遭毒气攻击，旅长庞汉珍擒凌殉国。湘军第8师以简陋装备阻击日军4天，部队仅剩1/10。此阶段，中国军队每日伤亡近5000人，战斗极为惨烈。10月26日，日军集中主力围攻上海西大门大厂，中国军队拼死抵抗，激战至10月29日，大厂陷落，会战局势逆转。蒋介石下令主力撤至苏州河南岸，同时命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452名官兵坚守4行仓库，对外号称800壮士，以向国际社会展示抗日决心。4行仓库墙后坚固，紧邻租界。谢晋元率部击退日军6次进攻，坚守4昼夜，事迹传遍世界，最终奉命撤入租界。11月5日凌晨，日军在金山卫登陆，中国守军兵力薄弱，防线迅速崩溃。蒋介石仍寄望9国公约会议干预，下令再守3天，错失最佳撤退时机。11月6日，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率部死守松江3日，完成任务后撤退时遭偷袭殉国，成为会战唯一阵亡军长。松江陷落，中国军队陷入南北夹击，指挥系统陷入混乱。11月9日，蒋介石下令总撤退，
数十万大军因指挥失序陷入溃退，多位高级将领险遭不测。11月12日，日军占领上海南市，上海彻底沦陷，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。此次会战，中国军队伤亡约33万人，14位将军殉国，日军伤亡超9万人。会战虽以上海失守告终，却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，为沿海工业内迁争取了宝贵时间，凝聚了全国抗日共识，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持久抗战的序幕。